兜兜转转又快1年，自媒体的兴起成就了很多人，而我也在大家不计得失的鼎力支持下，在我自己一点点的努力下，收获了很多。当然，这种收获不光是开始有了一定的收益，而是开始有机会接触到一些首发产品。所以感谢机家，我拿到了3070的手册资格。所以今天这期视频，我就带领大家一起测试一下这款3D系显卡中最具性价比的产品。在开箱之前，有必要说一下，我实际上已经拿到这个显卡一段时间了，但由于3070还未解禁，也一直没有相应的驱动，让我再着急也只能等到今天。而现在终于可以一睹3D系显卡的风采了。手中的这块卡，官方名字技嘉 GeForce RTX 3070 Gaming OC 8级魔鹰，单看这外包装的设计就非常霸气。不过由于麦克不是专业的硬件评测者，并且相信大家在这段时间里已经看过很多3080乃至3090显卡的评测，3D系显卡的实力毋庸置疑，所以本次视频我将主要从几款热门游戏着手，进行针对性的性能和帧数测试，然后告诉大家3070到底值不值得入手。那么现在让我们赶紧打开包装，共同揭开3070的神秘面纱。这应该是一套产品资料。没错了，这些东西暂时对我无用，先放到一边。看这3个大风扇，霸气。拿在手中竟然没有想象中的重，感觉和我手头的2080差不多。看来新技术的应用并没给它造成什么负担。现在赶紧打开包装看看，这外观设计怎么形容呢？整体风格设计的比较简洁，不过无处不在的棱角加上这些凌厉的线条，很富有冲击感，怪不得叫它魔鹰。看看这超大超多的散热片，为的是束缚住这头魔鹰桀骜的心。显卡背面用的是一整块的金属背板，摸起来像是铝合金材质，不过背板一般对散热影响不大，主要是为了防止 PCB 形变的。我们再来看一下接口部分，2个 HDMI，2个 DP， 可惜没有 Type-C， 少了一种选择。好了，关于外观也只能介绍这么多了，毕竟买和用才是我的强项。至于具体的产品信息，咱们这里可以借用 NVIDIA 官网的介绍。就如这上面所写，这款产品采用了第2代 NVIDIA RTX 架构、NVIDIA 安培架构，搭载全系的 RT Core、Tensor Core 及流式多处理器，可带来逼真的光线追踪效果和先进的 AR 性能。对于我们最关心的游戏帧数问题，这里也有解到。它搭载的专用 AR 处理单元 Tizen Core 可以在不损失画质的前提下大幅提升游戏帧率，所以这个也是我们稍后重点测试的部分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就赶紧把它装到主机上，实际测试一下它的强悍性能吧。现在我正在安装3070的驱动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灯效。可能是出于成本的考虑，技嘉 RTX 3070魔鹰并没有在显卡正面设计太多的 RGB 灯光，不过它侧面的 logo 非常炫酷，一直在不断的变换颜色，也意味着这款显卡不适合竖装。驱动装好了，这里也已经把显卡认了出来。作为普通用户测试硬件的标准流程，咱们先用娱乐大娘跑个分。哇塞，瞧瞧左上角这变态的 FPS 数值，我突然对得分有了更多的期待。分数出来了，56万分，显卡独揽43万，主要是我这8700 CPU 拉低了分数。我们看一下显卡排行榜，这可厉害了，得分第一，直接把一众2080 Ti 拍晕在了沙滩上，一骑绝尘，这倒有些出乎我的意料了。我的本意是用它和2080对比的，不过娱乐大娘仅供娱乐。接下来咱们用专业的 3D Mark 跑一下分试试。在测试之前，这上面让我关掉一些东西，实际上都已经关好了。我感觉应该是这版显卡驱动还有些不完善的地方，当然等3070全面上市后肯定会有更新的。那么现在开始运行基准测试。成绩出来了，得分12000，不过我对于这个分数没有什么概念，咱们在线比较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由于未上市的原因，目前 3D Mark 的系统还认不出这款显卡，但显示我的总体得分位列第2，处于顶级游戏电脑和高端游戏电脑之间。这台顶级游戏电脑的配置是 3950X 加2080 Ti， 高端游戏电脑的配置是 9900K 加2080，也就是说技嘉 RTX 3070魔鹰的性能是肯定强于2080的。但大家都知道麦克是一个比较严谨的人，所以我又从老机器上拆了一块2080，跑了这么一组数据。所以最终的对比结果来了，按照数据显示，3070全面超越2080已是不争的事实。同时同样的测试过程中，3070的平均温度竟然还比2080低了3度，也证明了3D系显卡在更高的性能下对功耗的控制也更为出色。接下来我们用游戏实际体验一下这款技嘉 RTX 3070魔鹰的性能。这是一组2080和3070运行战力5的对比画面，数据差距非常巨大。同样的最高画质设定下，2080只有80多帧，而3070的 FPS 直接稳定在了200。随后是使命召唤16的对比测试，FPS 数据仍然是3070稳压一头，
不过，哪怕在3070的加持下，这个游戏也无法跑到当前显示器的最高帧率。我想要稳定的144，估计要3080或者3090才可以了。当然，好不容易拿到测试机会，所以我又用更能挖掘显卡性能的《荒野大镖客2》跑了一下。3070仍然是强出2080不少，但仍然没有达到我期盼的144。只不过在3070下，终于可以非常流畅的玩这款游戏了。所以说，如果后期3070的售价再能达到预期，它香不香？真的香。从207显卡开始，光线追踪的加入与前一代相比可谓是一个明显的分水岭。当前展示的画面分别是战地5中未开启光线追踪和开启光线追踪的效果，并且所有特效全部开到了最高。得益于307显卡全新技术的加持，光追效果也有了进一步提升。由于视频上传压缩的缘故，可能看得不是那么明显，实际游玩的时候，整体的画质就像是身在电影中一样。本期视频的最后，我决定再更深入的压榨一下这款3070显卡的潜力。我搬来了一台 4K 显示器，《荒野大镖客2》的分辨率也相应的调到 4K， 并且全部特效都开到了最高。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 FPS 被压到60以内，但游戏整体的流畅度非常好。我叫来了我的老伙计哈雷，好久没见了，他都饿瘦了。主要是之前流畅度不够，这游戏玩多了会头晕，所以后来就逐渐放下了。现在看来，拥有 4K 显示器的我真的很需要一块307显卡压阵。哦，正好机箱开着，顺便给大家看一下在这种压力下的显卡噪音水平。和帧数一样，也稳定在60分贝以内。这块机加 RTX 3070魔鹰的噪音控制确实非常出色。那么本次非专业测评就到这里了。事实证明，3070真的非常香，就只待价格公布了。同时，我想大家肯定很好奇，我为啥又把显卡拆下来了？这是因为我这一次只是争取到了一个手册机会，显卡还是要还回去的，然后努力赚钱，等它上市以后，咱们再买回来。你说这是不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呢？